不要入戏太深，你要时刻清醒地意识到，在这个三维空间里呈现的一切都不过是一时的相而已。请你停下来，深呼吸，环顾你此刻身处的环境，无论是狭窄的出租屋，还是喧嚣的办公室，亦或是深夜无人的街头，这都只是一个场景，而你，那个正感到焦虑、痛苦、迷茫的你，只是此刻剧本里正在扮演的一个角色。我们最大的痛苦，往往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，而是我们忘了自己在演戏。我们把这一场戏当真了，我们把眼前的得失成败看得太重，错把角色的遭遇当成了演员本身的命运。其实，无论是负债累累的窘迫，还是失恋分手的撕裂，这些都只是你人生长镜头中的一个片段，是剧本为了推动主角成长而设置的必要冲突。就像看电影时，当屏幕上的主角遭遇生离死别，我们会流泪，会心碎，那是因为我们产生了共情。但电影散场，灯光亮起，你站起身走出影院，你知道刚才的一切只是光影的投射。你不会因为电影里的主角破产了，就觉得自己口袋里的钱也消失了。然而，在现实这场大戏里，我们却总是忘了那个走出影院的动作。我们死死抓着剧本不放，在每一场悲剧里反复排练，拒绝喊卡。这就是痛苦的根源，不是剧情本身太残酷，而是你入戏太深，忘了自己原本是那个坐在观众席上的观察者。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，一个非常真实，甚至有些粗粝的故事。在这个城市里，有一位开了20年夜班出租车的司机，大家都叫他老陈。老陈的工作时间是从深夜10点到凌晨4点，这6个小时是这座城市卸下伪装，露出底色的时候。他的那辆旧出租车就像一个流动的微型剧场，每晚都在上演着无数悲欢离合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那个时间段打到了他的车，车厢里很干净，有着淡淡的薄荷味，并没有通常出租车里的那种陈旧烟草气。老陈开车很稳，眼神平静得像是一潭深水。我问他，师傅，开了这么多年夜班，见过不少事儿吧？老陈笑了笑，透过后视镜看了看繁华却寂寥的街道。他说，是啊，我的后座上有人哭得撕心裂肺，因为刚抓到丈夫出轨；有人兴奋得手舞足蹈，因为刚拿到了几百万的投资意向；也有人一言不发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医院的诊断书，眼神空洞得像个黑洞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，刚开始那几年，我也跟着难受，看到小姑娘哭，我心里就堵得慌，恨不得帮她骂那个负心汉；看到在大厂加班到崩溃的年轻人，我也跟着焦虑，担心自己会不会哪天也没饭吃。那时候，我每天下班回家，身心俱疲，感觉背上背了10几个人的命运，沉得喘不过气来。那后来呢？我问。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。老陈打了一把方向盘，车子平滑地滑过一个弯道。这辆车只是一个载体，我是司机，我的任务是把他们安全地从起点送到终点。他们在车上哭也好，笑也好，那都是他们自己的故事。当他们拉开车门走下去的那一刻，我的车厢就必须清空。如果我不把上一位乘客留下的情绪清扫干净，我就没法在那张干净的座位上迎接下一位乘客。老陈指了指那个后视镜，你看，这个镜子，刚才那个喝醉的胖子在里面，现在他在哪儿？他走了。镜子里现在映着的是路灯，镜子从来不会留住任何影像，照过了就过了。那一刻，我被深深地震撼了。我们的心其实就是那辆出租车，就是那面后视镜。每天我们的意识里会来来去去无数的乘客，也许是早上一笔失败的交易，也许是爱人一句刺耳的指责，也许是银行发来的催款短信。这些乘客带着巨大的情绪能量上了你的车，他们在你的脑海里大吵大闹，要求你关注，要求你恐惧，
而大多数时候，我们不仅不让他们下车，反而锁上了车门，陪着他们在车里一起崩溃。我们对着那个催款的短信反复咀嚼焦虑，把那个失恋的瞬间在脑海里回放1000遍。我们把临时的过客当成了永久的车主，我们忘了，我们只是司机。我们的任务是确保持续驾驶，保持觉知，而不是被乘客的情绪劫持，把车开进深渊。我自己也曾有过完全迷失了身份的时刻，那是在几年前，我倾注了3年心血的一个项目彻底失败了。那不仅仅是金钱的损失，更是自我价值感的崩塌。在那个项目里，我扮演的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创业者，一个负责任的合伙人。当现实宣告失败时，我觉得那个我死掉了。那段时间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窗帘紧闭，我无法面对外界的光线，因为每一缕阳光都在提醒我，你是个失败者。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，脑海里不断重播着做错决策的每一个瞬间。如果当时那样做就好了，如果当时没相信那个人就好了。那种痛苦，就像是有人拿着钝刀子在割你的肉。我觉得我的人生完蛋了，剧本写到了尽头，后面只剩下一片黑暗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精疲力竭地躺在地板上，盯着天花板发呆。因为哭得太久，眼泪已经流干了，身体处于一种极度虚脱后的麻木状态。就在那种极度的静止中，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，我好像飘了起来，悬浮在天花板上，低头看着地板上那个颓废、绝望、胡子拉碴的男人。我看着他，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他在难过。注意，是他在难过，而不是我在难过。那一瞬间，仿佛一道闪电劈开了混沌。我突然意识到，那个躺在地板上痛苦不堪的人，只是我扮演的一个角色，那是遭遇失败的剧中人，而正在看着这一切，能够觉知到这份痛苦的那个观察者，他是完好无损的。那个观察者没有破产，没有失败，没有被定义，他只是静静地看着，就像老陈看着后座上的乘客，就像屏幕看着电影里的火灾。火可以烧毁电影里的房子，但烧不坏屏幕。就像痛苦能击垮剧中的角色，却伤不到那个觉知一切的观察者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开始尝试把这种观察带入生活。我不再强行压抑痛苦，但我不再成为痛苦。当焦虑来袭时，我会对自己说，看，焦虑这个角色登场了，他在发抖，他在害怕，但我不会跟着他一起发抖。这并不是冷漠，这是一种慈悲的抽离。只有当你从角色中抽离出来，你才有了改写剧本的可能。只要你还陷在戏里，就只能按照既定的悲剧惯性演下去。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，但最高级的演技是演而不迷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世间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，缘起则聚，缘灭则散。不管是泼天的富贵，还是塌天的灾祸，本质上都是能量的流动，都是一时的相。真正的强者，不是演戏演得最投入的人，而是那个随时能出戏，随时能入戏的人。当需要你奋斗时，你穿上战袍，全力以赴，演好那个战士。当战斗结束，哪怕满身伤痕，你也能立刻脱下战袍，回到内心那片宁静的后花园，喝一杯茶，看一朵花开。不要让金钱、名利这些道具变成你的主人，不要让他人的评价篡改了你的剧本。你要明白，有些人和事的出现就是为了来渡你的，他们可能让你难受，甚至让你感觉被击垮，但这恰恰是蜕变的开始。正如那古老的隐喻，老鹰活到40岁时，会变得弯曲脆弱，爪子老化，羽毛沉重。它面临2个选择，要么等死，要么经历一次痛苦的重生。它必须飞到悬崖顶端，用力将旧的喙击打岩石，直到脱落，
忍着剧痛等待新喙长出，再用新喙拔掉老化的指甲和羽毛。这个过程鲜血淋漓，剧痛无比，但这5个月的炼狱换来的是后半生30年的翱翔。你现在的痛苦就是那个拔毛断喙的过程。你觉得痛，是因为旧的那个脆弱的依赖外境的自我正在死去。不要抗拒这种痛，不要急着逃避，以旁观者的心态温柔地注视着这个伤口，允许一切自然发生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由于恐惧而紧抓着旧剧本不放时，新的篇章已经悄然展开，帷幕从未落下。只要你的觉知还在，生命就永远有下一场精彩。走出那个狭窄的角色吧，外面的天地比你想象的要宽广得多。这一场人间大梦，愿你醒着做完。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